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两人也是剧中男主，为什么杨紫对待肖战和李现大不相同？为什么网上说杨紫对待李现和肖战的态度很不一样？那我们来分析一下。2019年，杨紫与李现合作《亲爱的爱》一播出就受到广大网友的喜爱，李现也凭借这部剧正式走红。在这部剧之前，真正认识李现的人寥寥无几，虽然出演了很多剧，但依然缺乏出风头的机会。两人年龄相仿，同为校友，在校期间也曾合作过，但鲜有人知道。两人在大一时共同主持了一次军事训练派对。不过杨紫不记得了，毕竟杨紫从童星出道，凭借恶搞之家已经名声大噪，而当时的李现只是一个好学生，和他的青春有差距。外观和现在，直到两人合作了电视剧《亲爱的爱情》，李现才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他们在剧中古怪又甜美的一幕，让网友直呼他们要在一起了。两人在剧中玩得不亦乐乎，但与肖战不同的是，紫梅对待李现更像是亲兄弟，对相处毫无顾忌。随着余生请多指教的热播，不少网友将这对童偶与余生相提并论。两人不仅剧中较劲让观众捧腹大笑，戏外互动更是甜蜜出圈。不仅能看到两人同款望远镜首饰，还能发微博同频发动态也是同图。如果说肖智对待杨紫的态度与其他人不同，可能是因为在人生的最低谷，他遇到了杨紫，活泼可爱的性格和深情的态度，无限治愈了肖智受伤的心灵。这也是肖战把杨紫当成生命中的火炬，所以小心翼翼守护着她的原因。杨紫对肖战态度的不同也是有目共睹的，她已经不像当初和李现时那么狠心了。杨紫在肖战面前总是笑得甜甜的，和肖战一起出现在花絮中，更像是一对小情侣。微博之夜是杨紫与肖战合作后第一次同框，裙摆名场面热点的提法也由此诞生。两人第一次一起出现是在微博之夜。该公司的第一部 The Best of the Best 是同类产品中的第一部。杨紫走上来，李现点了几下头，好像是在对姊妹说我哥来了。上场后，肖战对姊妹打了个手势，不然你就让我来吧。杨紫笑着拒绝了，嘴里还说了些什么，肖战顿时笑了起来。而后站在肖战的身边，此时的李氏似乎涌起一股失落感，眼神明显闪躲，还很想看看杨紫的样子，实在是有些好笑。三个人就这么站在那里，演绎着一对情侣的爱情故事，而肖战的目光一直盯着杨紫，时不时偷偷瞄一眼。实际情况是，您无法从公司获得大量资金。最重要的是，你可以看到肖战对你妹妹的爱有多深，你认为谁最适合她？02上古傀儡女主观察，头部完好，腰部危机愈发明显。近日，横店影视城因为杨幂、杨紫、赵丽颖等一线明星的云集，登上了微博热搜。谁都知道，内娱将迎来又一波 S 加古傀儡。作为影视市场的常客，古代木偶剧一直是拥有自己基础观众的兵家必争之地。与其他题材相比，古木偶画面引人入胜，精美绝伦，绵延 N 个生命、N 个世代的轰轰烈烈的爱情，剧情张力十足。既是演员吸粉、固粉的利器，也是吸引新用户的视频网站，完成 KPI 的杀手锏。但在影视寒冬的大背景下，长视频平台集体推出降本增效的自救，在古木偶剧这一类型中，他们毫不犹豫地保驾护航，大戏减小戏，利润的选择。与此同时，上古傀儡女主也随着市场的变化进行了多次调整，终于迎来了关卡严的新格局。衡量一个演员是否有能力带剧，我们一般可以从2个维度入手。首先，对于平台和投资人来说，演员的加入会不会成为卖剧、招商的保障？二是对于观众来说，这个演员在荧幕上的出现，会不会让人有追剧的冲动呢？国籍就是这样。从这2个维度来看，目前古代木偶剧中的第一梯队女主85朵花杨幂和赵丽颖依旧是人生瑰宝，靠着石湖夫人何有妃占据一席之地。目前正在拍摄的狐妖小红娘和腥风行也是业内外翘首以盼的 S 加级剧集。对于已经30加的女演员来说，转型不可避免地提上了日程。翻看杨幂、赵丽颖这几年的剧，也发现现实主义题材逐渐占上风。
风暴之眼、谢谢医生、谁是凶手、幸福万家等等。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两个就要和老偶说再见了。作为早在电视时代就已经依靠这种类型建立帝国的专家，古代傀儡是他们的舒适区，容错率非常高，而且农不是说说而已。如果说出现在现实主义题材中是为了追求更进一步的专业和艺术升华，那么回归古代木偶市场更多是为了巩固人气，同时依靠自己在这个领域的强势话语权来完成自己的事业领土和商业实现。比如，作为嘉星传媒的股东，杨幂多次以嘉星家统的模式扶持公司的年轻演员，赵丽颖还在分行中担任制片人，首次参与制作。和85朵花一样，杨紫也是平台的首选。2018年，一部香蜜沉沉烬如霜确立了她在古代木偶领域的地位。她经历过现实主义的体验，代入感很强，演技精湛，活泼可爱，轻松打造 CP 体质，是杨紫最大的优势。目前，她除了在天空中难得一见的青簪之外，还有2部剧《沉香如碎屑》和《长相思》正在热拍中。没有太多。除了以上3人之外，上古傀儡女主第一梯队中还有一群特殊的人来到人间尝鲜的影咖，章子怡、周冬雨、倪妮、刘亦菲为代表。虽然影迷们处于行业鄙视链的顶端，但很显然，古代木偶并不是他们的主战场。两者不兼容的问题频频引起批评。周冬雨和倪妮很有故事感，面孔辨识度很高，在古代傀儡之中，只会让网友们感到无动于衷。章子怡饰演的跨时代大女主也被吐槽嫩。目前只有刘亦菲的《梦华录》才算是成功落地。因此，即使电影市场继续冷清，未来的电影爱好者仍会保持谨慎。如果他们不能等待合适的团队和角色，这可能是一个不可持续的一次性交易。在上面，我们分析了古代傀儡女主的第一梯队。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上涨势头非常凶猛的 1.5 梯队。首先，我必须提到最好的，在90后的小花迪丽热巴中，长歌行和相识君楚2部剧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看她近几年的作品，古代木偶的影响力还是略显微弱的，比现在的傀儡还少，还有前进一步的空间。从观众的反馈来看，争议主要集中在2点：一是她棱角分明，张扬的五官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经典，这限制了她选择角色；二是与甜美可爱的男主角相比，这种明媚张扬的风格并不适合所有类型的男主角。与龚俊合作的《安乐传奇》能否规避这些问题，让迪丽热巴在古偶领域的角色更上一层楼，值得期待。另一朵冉冉升起的小花是赵露思，她凭借传闻中的陈倩倩一夜之间崭露头角。在2年的时间里，赵露思从 A 级剧的主角变成了 S 加级剧的扛把子，靠的是她讨人喜欢的甜美少女感，还有一丝假小子的气质。她非常符合互联网背景下女性用户的审美偏好。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优势也是一种桎梏。一旦她的角色超越了可爱和古怪的风格，观众就会有些不服气，比如《且行且珍惜》中时髦干练的冯曦云。如果赵露想挤进1线城市，她必须去除演技上的一些模式，继续努力拓宽自己的道路。虽然白鹿在全国范围内缺乏大的突破，但从昭君出塞中洒脱不羁的女魔头陆昭，到周生如意中温柔忧郁的应采儿，再到玉楼春中睿智果敢的林少春，这些性格迥异的角色证明她在演技方面的可塑性还是值得肯定的。罗云熙与《长恨歌》的合作还未播出就已经引起了网友们的广泛关注。说完 1.5 梯队，我们再来看看第2梯队。这个梯队的演员可以分为2类。在第1类中，有很多演员，但他们总是不尽如人意。他们的代表是陈钰琪和李一桐。他们最大的问题是缺乏鲜明的辨识度和记忆点，可替代性强，所扮演的角色也没有太多亮点，无法反馈给演员。第2类，从爱豆转型的演员，以鞠婧祎、杨宣仪、吴宣仪、程潇等为代表。他们依靠颜值实现了从偶像到演员的飞跃，但尚显稚嫩的演技使他们的号召力普遍局限于粉丝内部，难以与第1梯队和 1.5 梯队的演员相比。总的来说，在长视频行业放弃跑马圈地、加速提质减量后，市场上的28定律尤为明显。有些人在夹缝中艰难生存，不得不放弃女主角的位置，
在大剧中做配角。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如梦之梦》中的林允和《长恨歌》中的陈都灵。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